我是能开枪的同时能身位控制加秒人，你行吗？他们也是用国产加速器，无敌了。何一位 ？nano 1米。nano 1米。我靠！你们玩的就好像那个人体蜈蚣，知道吧？看过那个电影吗？人体蜈蚣知道吧？就头连着尾，尾连着头那种。这你看，今天5条区啊！这你们5个人究竟在干嘛呀？好像还没完，我跟你讲，还没完。然后明一个人跳下来，然后新会紧接着跟，然后2打1死了 ，OK， 又是4个人踩一个大平地队。左边那个人留了3个，那中路是可以直接提啊，不管，哎呀不，哎还是要去帮队友，反正队友也死了，对吧？帮他干嘛？帮队友收个尸，好吧？哦，又来了，哦，经典场面，明一个人往前走，第2个紧接着跟上，然后就是第3个。哦，喜欢，哦哟，这里不赖，这里会控后面了，这里不赖，但是还是跑正面来了，哎，想法真的可以，没问题，就是中间还是不能贯彻自己的思路，只能说玩这种游戏能出现这样的站位，我只能说还是别了，好吧。爆破模式的游戏，无论是任何游戏啊，爆破模式都要讲究一个控图跟枪线的一个拆分，枪位的一个理解。就你不可能你5个人全站这个位置，然后把左边这个位置放了的。那我假设这边有一个人，你看弗拉维亚，对吧？这边如果踩了近点，这样看，对吧？那你们这边中路只要移动，这弗拉维亚立马从这里往前走，把你们背身偷了，怎么办呢？那假设这边那警报器一响，对吧？我过来这样去打你，然后又往回走，你能从这个地方顶着他们的枪线，然后往这边走去抓人，你还不一定抓得到吗？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你不会认为一个烟雾弹能直接拦这么久吧？是吧？首先鸣第一身位上去，卡牌能飞上去。如果你后续的你2个人，如果我就说是你吧，但凡你慢一点，我跟你讲，你给完这个烟，给完这个 Q， 我是这个千代，我直接出来打你的，真的。可能因为对也是赌这边不敢吧，但是如果是我绝对敢。我看你这边2、3个人从这边往上走，你这个烟雾弹你肯定要跟，对吧？我会直接跳出这个烟里，这样去抽你。然后还有这个地方，就刚刚为什么我说你去给队友收尸完全没有必要？这边漏了3个人之后，你们这边把名拉起来，直接转 C， 或者直接禁 B， 对吧？把名拉起来之后，直接从这边走 C 或者禁 B， 这2个点全是空的，没必要去打 A 了。A 点3个，你直接转就行。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进攻看得像人体蜈蚣，很别扭。你应该有点自己的想法，好吧？不要完全去跟着一个位置这样去打，就是
你觉得知道为什么一个地图的设计里面有就进攻路线，它要分为2到3个地方，对吧？一个地图的设计里面，它的进攻路线会分为2到3条，就不可能所有人都跟着明屁股后面一个人往前，就是一条直线往前怼的。那所有的压力都是明在吃，那玩不了的。只要信念不倒，一切就还有希望。我靠，真的是道具哥！我说实话，真的，纯种道具哥，哪怕贴脸了也不开枪，需要先丢刀，他太团队了，真的纯种道具团队哥，很久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了。5、4、3、2、1 ，Go！并非晚啊，长官，今天在复盘。这个 Q 俩 Q， 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意义，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说实话，这一个 Q 就能扫完的一个点，你要丢俩 Q， 同时你还是一样进点不开枪，这你就像在这个科西街区稳定刷新的一个活体道具发射器，你知道吧？队友带上你有福了。就深夜在凌晨刷新的活体道具发射器。就你可能认为你丢道具是在为团队付出，对吧？你去帮队友是在给队友去扛压，或者说是给队友分担压力。但从结果上来看，你每一波的帮队友行为，由于你的自己的一个实力不足，包括你的一个站位有点变态，导致你就是纯在送。你想为团队付出的这种道具贡献，对吧？想急切的来点作用，由于你的技能丢得过于早，导致它没有什么用。这现在你就是个纯白板，懂吗？并且点也没踩下来，队友去抓人，你的枪也没补到。你本身的一个站位也烂了，新会去左边踩垃圾桶这个枪位，起码他在跟正面交火，调香师起码在找人打，你只能跟着队友屁股后面左右两边随便架一架，懂吧？那你说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一个烟刀，你一个烟往前一丢，然后往烟里扎个刀，对吧？这时候新会就往前走，踩在个烟刀里面，不是爽杀？只要信念不倒，一切就还有希望。那么这回合你的作用在哪里呢？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的作用的话，我可以以上帝视角给你看一下，把所有人都概括在一个 C 点里面，你看究竟有哪个人没有作用？首先近点，看啊，明跟新会2个人往前冲，对吧？后面2个人在架枪，1个人下包。OK， 明这时候跟着新会，跟着调香师去踩2楼了。新会这边，你给了2把刀，对吧？将为公演第一把烟刀，也算是有点，反正扫到人了，无所谓。第一个刀没扫到，但第2个刀扫到了，无所谓，好吧？算是有点用了。然后上面这个人清掉之后，卡牌空下水道，新会补黑屋，你站在一个不知所谓的地方，然后卡牌被那个垃圾桶的人抽，明去补下水道，新会去补垃圾桶，调香师踩这个2楼，然后往垃圾桶去架枪。我虽然也看到你在架，但是我在你的视角里没见到你去架出
哪怕有一点伤害。啊，这时候见到新会去一个单人去双拉对面啊，不单人去这样去拉对面一个双枪位，对吧？虽然也没死，调光师补到枪了。下一刀2个人2打1去追那个人，估计也能打赢，对吧？到这儿你才会出现你才出现了你这个位置本该有的那个作用，就是你架到人了。就这一点，队友打的就是怎么说？队友全部已经打得热火朝天，就是队友差不多快拼赢的情况下，你才展现出你的作用。就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完全没有在找人打呀。而且你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一个团队贡献里面了，好吧？但其实你没有帮到队友。你并没有分担压力，你也没有打到人，你的刀丢的也不好，对吧？你要是把这些东西全都做好的话，你也不可能是现在这样了。不，应该说你也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段位，也不可能是电子，所以说你就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都做好，连起点都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都做好的，懂吗？但是不一样的点在于哪里？其他人是走一步看一步，懂吗？只要信念不倒，你知道你站这个后面，你能同时帮到左右两边，包括控上面这个点，懂吧？你需要有多好的一种 timing 跟大局观嘛？包括你丢道具的意识嘛？这还有希望。我可能不行。所以一般这种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完美，好吧？左右两边你不可能同时帮左右两边加控中间那个2楼的，选一个点走。就你说队友，你看一开始我举个例子，一开始啊，队友往2楼走，对吧？你顶多给他一个刀。如何让自己有作用？给他一个刀 ，OK， 这边往里走，队友下包，你看你的站位已经明显慢这个名很多了，对吧？那么你这个刀能扫下水道跟左边这片这个库房右半边这片区域，一个刀够了。那么接下来你手里这把刀怎么用呢？配合你的烟雾弹，你就不管这包点的任何情况，他但凡这个人被偷了，跟你都没关系，知道吧？对，也是包点这个调香师跟队友要去处理的事儿，卡牌。你要干嘛呢？你直接去补左边。对吧？直接去补这个位置，踩这个位置，把垃圾桶这个位置来控了。队友后面是生是死，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好吧？因为你脸上绝对会有人，而且绝对不止一个。你脸上如果有1到2个人的情况下，那你这把你绝对会有作用。包括这个烟，这个烟刀也是你自认为能给队友提供帮助的道具，实际上没有帮助。装完毕。啊，这么看很直观了吧？这么看很直观了吧？自认为有用的道具，但实际上你在扫到这个人之前，你已经开始开枪打人了。无论你这个刀扫不扫得到他这个人都是要死的。这个烟刀也确实没有什么用，是吧？你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这一回合详细给你拆分了一下。啊，你看，同时看左跟右边，然后架枪，打完换个子弹，想帮右，哎，发现哎左边好像压力更大一些，然后又帮左，纯在拉扯自己。你这个角色没有2把枪，也不会影分身，好吧？也不会。同时架2个点，更中远距离的一个伤害更不如长枪。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各位准备好了吗？5、4、3、2、1 ，Go！
又来了，又来了，长官。哎，这个第二把刀还行，第一个烟刀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作用，不懂。啊，明往前走。炸弹安装完毕。你可以说是这个明身位控制问题，你看。稍微给你讲一下，你作为一个二突，就是跟明往前走的第二个身位的人应该做什么事儿啊？那看到没？就你觉得调香师可以架，我觉得没啥问题。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架。就明摁着闲话这样开大往里走，你应该直接跟进去，好吧？你应该直接跟进去。架枪有调香师就足够了。但如果你们两个人一起架，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明近点是孤立无援的一个人，他可能同时被左右两边同时抽。就他如果包点如果站人的话，这里如果站人的话，这个明会同时被这个人、被这里的人加上面的人，或者是上面两条枪线的人，就这里他上去就会被这里跟这里两个地方的人抽。你在下面完全帮不到。那么这个时候，他敢这么上去，对吧？你可以说是这个明身位控制差，这明玩的有问题，没问题，这明确实不该这么跳的。虽然他换掉了一个，但他这波是亏的。只能说这明玩的确实有问题吧。但这并不是你不跟的理由啊。第一身位的突破往前走了，第二身位的一个二突就是得跟。炸弹安装完毕，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我估计你死多了，你自己也能意识到了吧？这个如果再意识不到，也就太笨逼了，长官。你死多了，我真的觉得你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为什么你每次见到人都开枪都开不出来，就直接跪了？你所有的枪都是这么死的，包括你打防守方的猫，你所有的死亡地点就死亡方式全是那么死的。见到人先愣一会儿，然后在大屏幕上看到人先愣一下，然后左右晃一晃，然后再开镜瞄准，然后开镜瞄准发现打不死打不到，然后切腰射。想跟对面一波拼到底，又不给自己留后路，然后又没有那种能跟对面一波拼到底能干死对面的枪法。间接导致了你现在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死亡方式，跟畸形的这种玩法。要我说，你这种就属于既要又要，好吧？你不如把这游戏看得简单一点，大脑直接放空，在服务队友之前，首先把自己给服务好。就我举个例子，炸弹安装完毕，你如果说我就是不会身位控制，对吧？我就是不会身位控制，我也不想身位控制。我这个刀扫到了里面两个人，我就是要跳进去给他们全部操飞，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好吧？这是一种极端，就是你看我都扫到两个人，不行，我忍不了，我就是要进去把他们两个全都操飞，好吧？那么你的走路就不应该是这样拉出去，然后这样去看到别人，然后再开镜跟别人打。你的走路应该是边往左跳，懂吗？边往左跳，边去拉这个猫，然后这样去拉近点，然后再去右边这样去拉它。炸弹安装完毕，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再去拉那个铅弹。对，一个大拉。
一般来说大拉是很难被架住的，而且你身上有透视这一方面。只要信念不倒，一切就还有希望。我可能不行了。现在是关键时刻哦。他这把水平很高，我只能说，他这一把家里的星会，从他一开始的站位我就知道这逼玩的还不赖。防守方那个星会也是，他这把确实水平挺高的，仅限于对面的千代跟家里的星会啊，这俩人有俩高手。然后你这把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我给你讲的这种玩法大概是什么意思，你看一下星会视角。我稍微给你看两把星会视角，你就理解了。只要信念不倒，一切就还有希望。你家星会怎么玩，你就理解了。他没有过多的去关注队友，关注的只有对面，懂吧？并且他所有的操作基本都是建立在那种我给你提到过的那种，怎么说呢？要么就是冲过去把对面全都干死，要么就踩个掩体枪位，然后去跟对面对，不会出现那种在平地去对枪的一个行为。炸弹安装完毕，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压个雷，那发现了没有？就短短的这一个片段，能发现区别了吗？能发现区别了吧？什么叫有用的道具跟正常的走路？这就是你跟这些人，就为什么他能开得出来枪，他的输出分很高，但是你的枪法差他很多吗？其实不是。那过这个点，你从这里直线走过去，这里如果有人在架，你肯定会挨枪子儿，是吧？所以他在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提前用手雷去压这边的身位控制，懂吧？只要这一附近有人，就肯定会躲这个雷，他就会往后面撤或者往右边走。那么这个枪位确定就是没人，就被这个手雷清掉了，并且清掉还不够，清掉之后，他会往左进行一个往前拉到左边这个掩体的一个飘，是吧？拉到这儿，并且走到了近点，这时候才选择去开枪。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从这边跳上来，哎，对吧？然后到这个位置，那去架，开镜，先架枪再说，对吧？打完之后，哎，原地换个子弹，然后这样，然后再这样过来踩，然后再踩这个位置。所以说你可能不会去踩这个位置，你就可这个位置就跟那边架了。给跳。那发现没有？他的玩法就很简单，并且高效。他但凡想要去杀一个人，他就会往前顶他，懂吧？贴对面脸一个大拉。你说他有什么技巧吗？没有吧？反而我觉得你的技巧更多点。你看，我真的觉得你的技巧更多点，应该说你的走路、你的小心思更多一点。但是反而你没有什么作用。你看。优势枪，这个占个对吧？你觉得是优势的一个枪位，哎，架一下，左右跑，哎，直架，身位控制。只要信念不倒，一切就……你看，甚至说他跟明的这种双拉也是你值得学习的。他的枪法也不好，对吧？玩法也很简单，为什么他能拿出这么高的分，甚至说是能打出第1名？跟明的双拉，你说对面架得住吗？打，一切就还有希望。再看第2回合呗。直观的对比一下，你跟队里面玩的好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平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你家队友队里那些玩的比较好的那些大哥位，他们的玩法区别在哪？
跳。压雷，铁风场可以不下，还是要下。炸弹安装完毕，让您久等了。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发现问题了吧？这里也是你绝对不会做、绝对不会去做的一件事儿。我敢说你绝对不会做。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子里就只有去辅助队友、去帮队友。你绝对不会想到左边这边人你打残了一个可以压，并且你300的状态来这个地方，你可以同时接2个，扛2个都可以。只要这个枪线拓展出去了，那么正面就一定能打赢。心会想到了，对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操作啊？啊，炸弹安装完毕。这边哎给完大招，队友好像死了，顶不住了，怎么办呢？你会跟这个大花家一起从这边上去，懂吗？然后他俩不敢进，然后你也不敢进，然后两边就在挂着，懂吧？然后就开进支架，然后开架，然后对面也在里面就架，然后拉人，两边互相拉，对吧？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对倒了，哎，一倒了吧，哎，爬回来，然后你在这边拉个人，是吧？这样有啥意义呢？我真的觉得这样玩的没什么意义。趁他病要他命，知道吧？最璀璨的色彩。就这里左边绝对是个突破口，好吧？但他这新会就能找到这个突破口，但你估计找不到，因为你不敢去做。玩的太团队，有时候会让你确实不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生涯会到此为止，终究无法回去了。信念不倒，一切就还有希望。我吧，我可能不行。现在是关键时刻哦。哪边都想帮，但是哪边都帮不好。对啊，就跟大窝玩的一样啊。他比赛里哪边都想帮，然后哪边都帮不好，反而让队友感觉家里少了一个人。4、3、2、1 ，Go！我懒得说了，我懒得评价了，就是玩了。这集我看过，长官，这集我看过。打开这个太傅一看，真的好难崩啊！这集我真看过。明一个人往前走，哎，明回来了 ，OK 啊，跟着明走 ，OK。小蝌蚪找妈妈。真就人体蜈蚣，知道吧？所有人在跟着明走，这只有明在做事儿，其他人没做的。你看明一个人进点，就你们这个身位，怎么可能这么走路？我请问了，你看你们这个身位，我跟你讲，但凡这个窝踩的是这个位置。他跟颜料这波能直接把明接住，知道吧？2打1，这明是必死的。
这凭什么敢这么近点？你告诉我，他这样近，队友跟得上吗？或许这个名都不指望你们了，都不指望你们其他人了。我只能说，就他那么近点，一定会被杀。就打点得同时两个方向去推进啊，包括 A 点也是两个地方左右两边同时开攻。只从下水道一个人这样往前顶，但凡那边两个敢接，这名一定是死。要是过来经典俩道具，一个烟刀 ，OK， 把道具先丢完。谁没有不在场证明呢？反正道具一定要丢完，不丢完，哎，不显得我很没用嘛，是吧？不显得我像个路人嘛？近点先给2把刀，给个烟雾弹，彰显一下自己还存在，没啥问题。万不时，生命心头千里。一射炸弹安装完毕，绝密即将为公演然后架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位置，以为能帮队友架到人。天最璀然后朝虚空开2枪换个子弹，开2枪换个子弹。璨的色彩。然后打下水道 ，OK， 打个侧身，终于有用一次了。给刀，1打2，搓。我还没有超出真凶，我诀别刺能寻到我的冷知识，刀是可以用的。细谢聆听。这是你这把唯一的作用，帮新会补了一个猫。这是你这一把唯一的作用。想要自己有作用，首先得动起来。各位准备好了吗？哎，只能说那句话是对的，就高级的又菜又怂，懂吧？你属于那种比较高级的又菜又怂，就是用那种我是道具手来掩饰，知道吧？用一种我是丢道具的，我是打辅助的，我是团队道具手、辅助手。来给自己又菜又怂打掩饰，你是那种比较高级的又菜又怂。排个 OV， 这世间因果，本该葬于此处。大招为什么能这么用啊？你直接从这里一个直线插过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这么用啊？又来了，经典2个刀，反正也不知道这刀有什么用，反正先丢了再说，好吧？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人，就我看这个地方没人的情况下，就没有队友在踩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我连刀都懒得丢。我说实话。炸弹安装完毕，即将为公演增添。Okay, 给队友把道具全部灌满，我靠，太团队了，懂吧？是我猜你的下一步一定是出这个点之后，把2个 Q 加道具全部丢完，好吧？最璀璨的色彩，仅剩的喘息中溶解吧。事已至此，先做任务吧。是的，感觉就是像自动寻路、自动跟随、自动丢道具、自动寻路，这是他妈像个 NPC， 你知道吧？就你不像是个玩家，你像个 NPC。你这一把的任务就是把道具丢了，然后跟着明后面跑。哎，不赖，有了大招是敢做点事儿了。啊，仅限敢做而已。会被小猫滋死吧，长官？哎，小灰精灵起码能把 Q 给队友呢，他这个烟刀屁用没有，长官。演出完美谢幕，最后1分有作用了，辛苦了。为什么有的呢？得益于我们拉威的大招，我们拉威大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我是一个又怂又不敢打又只会丢道具的选手，请问我玩什么角色能上超前呢？
我直接推荐这一款。战前准备是与武器沟通的环节，我时刻为战斗做好了准备。我直接推荐这一款。反正问题很明显，改吧，把这些问题改了，起码打电子不会是什么问题。